你干什么去？我要去找叶静怡，告诉她真相，跟她说我怀了你的孩子。倩倩，能不能不胡闹了？你这次休想摆脱我，明天必须取消蜜月旅行。你又跟踪我？是你打电话给我的。陪我喝酒。你今天又想骗我什么？记得这首歌吗？记得又怎样？你唱的比他好。我听说你安定下来了，你遇见了他，你们结婚了。我听说他让你的理想实现了，他比我更聪明。每次听到这个歌词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你。还真是贴切呀。我是不是应该在你们结婚的时候唱这首歌？结婚？结婚有什么用？结了又能怎么样呢？生活真的很累。你这又是唱的哪一出？苦情戏？小时候，我同学经常欺负我，因为我没有爸爸，我们家很穷。那时候我不知道反抗，我只能咬牙忍着，忍气吞声。所以，我梦想长大以后，我一定能出人头地，不再受别人的欺负。为了这个，我什么都能做。别人让我趴着我就趴着，别人让我跪着我就跪着，让我当狗，我就可以当狗。甚至你，我都可以舍弃。可当我真正做到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，我也有自尊心，我也很痛苦。姐，你画这些能好过点吗？当然了，你一定要嫁给王金吗？这个世界上除了他，就不能有别人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见过王静的家人，跟妈说的一模一样，又刻薄又不讲理。妈说的对，婚姻跟爱情是不一样的，它是两个家庭的结合。别再说了。你现在完全被爱情冲昏了头脑，你除了王静的谁都不听。要是什么？要是王静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，你怎么办？你想我怎么办？去死吗？为什么你们都说我的婚姻会不幸？既然你们个个这么未卜先知，为什么不预测自己的未来？我们都是为你好，你现在被蒙住双眼，堵住耳朵，你什么都看不见，也听不见。你想说我是活死人吗？你还是自己好好想想吧，姐。有一段时间，我特别讨厌我的妈妈。我妈妈是那种为了钱，
什么都可以做的女人。我记得小学的时候，我班主任问我：“你用最简单的话来描述一下你的母亲。”你猜我是怎么说的吗？低三下四，卑躬屈膝。到现在，我都觉得恰如其分，很可笑吧？我们的确很像。我爸爸死了以后，我妈妈要做很多工作来养我们。她去菜市场捡烂叶子给我们熬粥喝，可是不管我吃多少，我都不觉得饱。有一次过年的时候，我和我妹妹特别想吃白米饭，我们就哭着吵着要吃白米饭。我妈熬不住了，就出去了。到半夜，她真的把白米饭拿回来了。我现在还记得那个时候的香味，真的很好吃。你知道那是什么米饭吗？那是别人上坟用的米。王琴，都过去了，过去了。没有过去。我发誓，我要当个富人。我不会让我的家人再受委屈了。我非常理解你的感受，就像是在听我自己的故事一样。知道我为什么姓姚吗？那是我母亲的姓。我爸爸抛弃了我妈妈，妈妈又抛弃了我。我讨厌这种感觉。倩倩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才能说这些话。我终于明白，你为什么要娶叶静怡了。我真的明白了。对不起，我不该跟你说这些的。但是我真的控制不了自己，会去想你，想你的脸，想你的声音，想你身上的味道。这一切都让我很怀念。倩倩，你等我。等我好吗？嗯。喂，阿姨，是吗？来了，静怡。阿姨，王静还没回来吗？哎呀，就是啊，你说这孩子这大半夜的，电话又不接，人又找不着，说他会到哪儿去呢？您别忙了，阿姨，我这里出去找找，我估计是在酒吧、咖啡厅什么的，打电话听不见啊。哦，好，哎，对了，静怡，那个什么，我一直觉得挺不好意思的，我叫王静去道歉。你不知道你妈她现在还生气吗？您别多想了，没什么道歉不道歉的，我找到王静，让她给您打电话。啊，好。
小心啊！倩倩，倩倩，倩倩也没回来。就算我走了，我也会恨你一辈子。好，我不爱你，一点都不爱。好，现在不爱，
以后也不爱。好，你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。好，我想，我可以放你走了。好，你对我的爱是真心的，我知道。谢谢你让我证实，这就够了。我想我现在应该可以放你走，但我会等你，等你娶静怡，等你完成你的梦想。在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之前，我不会出现在你的面前，我会离开，把自己藏起来。对不起。这是我偷来的，现在不需要了，还给你。妈，对不起呀，喝点汤吧。老薛阳，静怡给你炖了汤，喝点儿。哎，这是你最爱喝的这个冬虫夏草炖乌鸡，还冬虫夏草呢？啊，你知道那天亲家母见我们送的是什么吗？就是送的我们家送给他们的冬虫夏草。又来了。什么叫又来了？光看这一个举动，
就知道他们一家是什么人了。我不喝，端走。那这是人家静怡的心意啊。请喝吧。你就别端着了，你搁这儿吧。你不喝，我是不会放下的。我还真不喝。喂，王静，你去哪儿了？是我。怎么了？哦，没事。王静一晚上都跟他联系不上。倩倩，你怎么回事儿？一晚上也没有回家，还在生我的气吗？没事了。我昨天的脾气也有些急躁。对不起啊，倩倩，以后我说话会注意的。好，我接受你的道歉。那好吧，今天晚上回来住啊。好，拜拜。静怡啊，你妈妈终于把汤喝了。好了，待会儿啊，你再上去劝劝她，爸去公司了啊。谢谢爸。妈妈呀，心还是软的。再见。哎。哎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昨天晚上到哪儿去了啊？一晚上都没回来，你现在是越来越能了啊，开始夜不归家了你。妈，我挺累的，回头再说吧。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？啊，还有静怡，眼巴巴的等了你一宿。妈，你叫她来干什么呀？她是你未来的老婆，我不跟她说，跟谁说呢？哦，对了，跟她妈妈那事儿商量的怎么样？没谈拢是吧？我知道，就为这事儿，所以你不回来的。哟，这什么味儿啊？这什么味儿啊？啊？什么味儿啊？不对，昨晚上不是你一个人自己，是不是？我问你，你是哪个女人？哪个女人？妈，你干什么呀？我干什么？干什么事都比你干这种事体面。你真是，你都快要结婚的人了，你怎么能这样？问你呢？问你，你干什么去了？你不说是不是？走到你爸跟前去，跟你爸说去。小子，妈，你干嘛呀？妈，过来，你跟你爸说去。跟我爸说什么呀？你昨晚上到哪儿去了啊？不是，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看呐，不是野鸡就是二奶，要么就是小三儿。妈，你说话能不能不那么难听啊？我这算好听的。你跟我说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在哪儿工作？我非找到他们领导，跟他们领导说说，勾引快结婚的男人什么东西啊？啊！闻闻，这骚味儿了啊！准是个狐狸精。我要抓到他的话，我一定把他毛拔光了，弄他去游街。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，哎，怎么在你这儿呢？啊，他退婚了，连这个也退给你？我会再给他的。看，这小子，你干嘛？你翅膀还没长硬呢啊！妈，你干嘛？就在外面找女人，你上什么干嘛呢？你妈，你真是，行，你冷静点，妈，你冷静。你就是这样做儿子的吗你？妈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我知道我说的话让你难过了，对不起啊妈，我错了，您别生气了，下楼吃点东西吧。你是说，你知道错了，啊？那你同意退婚了？妈，你走吧，我头疼，我想睡会儿。
跑去哪儿了？我们担心死了。对不起，静怡，昨天心情有点不好，跟几个同事去喝酒了。这样啊，你没事就好。静，对不起啊。好，拜拜。你的包裹，我的，谢谢。储存卡。这里面不会就是你和王静的照片吧？是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以前我总想知道他是否真的爱我，但就在昨天，我知道他对我的感受了，他是真的爱我，这就够了。我受伤的心已经恢复了，所以放他走，给他自由和他所认为的幸福。妈，你好点了吗？你打算一辈子都不理我吗？我希望有一个完美的婚礼，能得到你的祝福。妈，别这样好吗？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嫁给王静。就算你妈死了，你也要结这个婚吗？可你也要为王静考虑一下呀。她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要被平白无故的退婚？我道理都跟你说了100遍了，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？可那个家庭，是她可以自己选择的吗？妈，你以前不是说过他人很好吗？为什么现在变卦了呀？你怎么这么傻呀？啊！你迟早要吃苦头的。我说过很多遍了，就算是跟着王静受罪，我也愿意。算了，咱俩别说了。妈，对不起。傻孩子。请喝茶。谢谢，谢谢啊。喝点水吧。啊。哎呀，你看你，犯得着这断绝关系的话都说出来了。不瞒您说，我拉着2个孩子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当年，他爸到那边享福去了，把2个孩子甩给我。我呀，为了这2个孩子，真是什么苦都吃过。当时就一个念头，我不能把这2个孩子饿死，我无论如何要把他们抚养成人。我懂你的话。哎，那个年代多困难啊！是，在最艰难的时候，我曾经想过，我带着2个孩子一起死了算了。寡妇的日子太难熬了，没经过的人是体会不到的。有一天，我给2个孩子吃了一顿饱饭，就想带着他们到桥上去跳河死了算了。可没想到，当时王静就问我：“妈，今天是我过生日吗？”
当时我这心呐，就像被刀子捅了一样的疼。打那以后，我就下定决心，我不能死，我无论如何要把这2个孩子养大成人。那以后，我就拼命的工作，拼命的干活，我什么苦都吃过呀。我跟那些大老爷们一起扛沙子、扛水泥，从此我的腰就落下毛病了。王静是哥哥，他打小就跟我一起干活，那个苦你想象不到，想象不到啊！我最愧对的就是我们家王静，他好不容易长大了，我没把他饿死，他自己还找了这么好个媳妇儿，可是因为我们亲家母，你别说了，别说了。王静是无辜的，她唯一的缺点就是摊上我们这个家庭。我宁愿和她断绝关系，我也希望她能过得幸福。亲家母，我能体会到你的感受，我真的能。阿姨，妈，阿姨来了，怎么也不叫我？静怡，静怡，阿姨，你怎么了？因为我们这2天让你难受了吧？没有，都怪我，都是我不好。静怡，你放心，以后我会好好待你的，就要对你像我的亲闺女儿那样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妈，知道什么呀？那个胎梦，那个桃子。什么胎梦啊？静怡度完蜜月回来以后，一定就会怀孕的，还会生一个漂亮的孩子。阿姨再见。静怡啊，哎呀，亲家母的身世真是太苦了。看来没有谁呀，天生就是做坏人的，都是环境逼的，是吧？你还在这干嘛呢？还不赶紧点儿？干嘛？你不是约好了美容院了吗？难道你不想做一个漂亮的新娘子吗？妈！哎呦，快去吧。还练呢？给你看样东西，什么呀？猜。我看。千爱山舞蹈晚会。准备了10年才上演，只可惜这一次我休不了假，去不了。你自己去能行？你不去，我也懒得去。你怎么那么没良心呢你？哎，你忘了当初教授是怎么对你的，把你当成女儿在看了。好了，别想太多了。我觉得呢，你正好趁这一次去散散心。你回来那么长时间了，都没有好好的开心过。酒店我都帮你订好了，你演出完了以后呢，在那儿多玩几天。哎，想什么呢？感觉怪怪的，不过心里踏实了。你呢？有没有后悔？我后悔也来不及了。静
我们一生一世永不分开。妈，这下好了吧？煮熟的鸭子飞不了了。我看你才是煮熟的鸭子。哎，你老公究竟来不来参加婚礼的？真来不了，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这么重要的事儿他都来不了，那可是你大舅哥结婚呢。妈，现在打工多不容易啊！老板周末给放天假已经谢天谢地了，还让你自己挑日子休息呢。哎，哥，回来了。哎妈，来吃饭吧。燕子又来盛饭了啊！蹭点嘛。妈，我不吃了，我吃过了。你就陪我们聊聊嘛。好吧。儿子，俊怡那边怎么样？就等着婚礼了。结婚以后啊，你的责任就重了，让那些什么猫啊、狗的离你远点儿。妈，什么猫啊狗啊？你呀，要自己行得正，站得稳，这样呢，你老婆才会尊重你。要不然的话，她总会爬到你脖子上拉屎去。妈，我哥，他不骑到别人脖子上拉屎就已经很不错了，是不是？你吃你的饭。一开始啊，你就不能打下那根儿，要树立在家里的威严。男人嘛，妈不希望你活得跟个气管炎似的，憋憋屈屈的。知道了，妈。知道了就好。我跟你说啊，要训练，一开始就得训练。妈叫到王家的时候，不也是上有老下有小吗？啊，妈那个时候啊，天天是洗牙涮了，跟个老驴老马似的。最后把老的送走了，把小的拉扯大了。做儿媳妇的没有不是这样的命的。妈，把我们养大，你真的好辛苦啊。不过，要谁当妈的儿媳妇儿，那才是倒了霉啊！每天洗牙、涮牙、涮牙。你闭嘴！喂，明宇，帮我个忙。你说吧。在婚礼那天，你想尽一切办法，不要让姚倩倩到场。我跟她虽然分手了，但是我还是不放心。行，你放心吧，这事交给我了。有时间，怎么你结婚一定来呀？太好了，什么时候才能穿上这裙子呀？不要羡慕我，对呀，到时候你一定要来哦，你们都要来哦，很漂亮吗？我一定会去帮忙的。哎，我们都要那种漂亮的发型哦。好的。上这个真漂亮呀，好亮呀！这个婚纱可是专门有设计师为我设计的哟。真的好幸福哦，羡慕啊！妈，好了没啊？差不多了。哎呀，你戴这个不合适，这
哎呀，我这带的。条链子就是呀，这哪儿来的？还挺好看，带钻的。别乱动，这哎呀，给我借的。你也借个配套的，你看这蓝的，这绿的，这借的东西，哎，你还要配套呢？管他的，反正带着就不错了。哎，今天是你哥结婚，咱们怎么着，咱们也得充充面子，是不是？那是。海波，我求你件事儿。您说。今天叶董的长女结婚，你帮我去一趟吧。爸，我跟他们也不熟，让哥去吧。不行，清江今天有清江的事情。你今天得相亲。那个刘伯伯的女儿从美国回来，我已经约好了，今天下午你们一定要见一面。不行啊，我下午约了天地百业的老总，我不能去啊。多大的事儿都给我推了，天地百业让海波去。那婚礼怎么办？婚礼，这样吧，我给尹秘书打个电话，让他替我去，就这么定了。新郎来了，新郎来了！小新娘来了！高抬贵手，让我进去好不好？不，谢谢你。红包啊！明宇，快往上！啊，让我进去吧！还不让进？给我一掌声！我给你几个！来，快！我们走吧。走了。你今天休想参加我姐的婚礼。为什么？我是伴娘。你以为你是哪根葱啊？少了你不行。姚倩倩，你的底细我最清楚。今天是我姐大喜的日子，你要是敢胡闹，我第一个不放过你。你口气不小啊，那就试试看。好啊。干什么？倩倩，你哭什么？你妈她出事儿了。我妈怎么了？在去婚礼的路上，她出车祸了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，在哪儿？喂，你们在哪儿呢？我已经到2院了。什么？第22医院？你怎么不说清楚啊？真是。在今天婚礼仪式的一开始，首先用您激情的掌声，有请最佳白马王子王静先生闪亮登场。帅！王静先生已经来到了我的身旁，我想问一下，您是否已经准备好了去迎娶你美丽的天使？准备好了。好的，接下来请您伴随着所有朋友的祝福，走向幸福的花门。不用找了。我妈呢？在里边呢。在哪儿？妈，在哪儿啊？妈，我妈呢？刚才还
还在这儿呢，是不是让医生给推走了？推哪儿去了？他们把我妈推哪儿去了？妈，你好，我问一下，今天有没有一个叫姚青花的病人刚送进来的？姚青花没有。不，那个就那个车祸的那个。车祸？今天没有出车祸的病人送来。没有。不可能吧？滚！我问你，是不是王静让你这么干的？不是你妈真住院了，要不就转院了？那他人呢？我问你，他人呢？你还敢骗我？你知道我今天有多么重要的事情吗？啊！你还骗我！你还骗我！我把人呢？人呢？相牵，步入了爱情的圣殿。接下来，请我们一对幸福的新人，用你们最深情的眼神，凝望着最深爱的对方。新郎王静先生，从今天开始，无论疾病健康、贫穷富贵、顺境逆境，你都愿意与你对面的这位女子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新娘叶静怡小姐，从今天开始，无论疾病健康、贫穷富贵、顺境逆境，你都愿意与你对面的这位男子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师傅，咱们绕一下吧，走小路能快一些。接下来有请我们善良的伴娘呈上一对幸福新人的结婚指环。什么？记者到婚礼现场了？帅气的新郎，请你单膝跪地，采摘下这枚幸福的指环，为美丽的新娘戴在左手的无名指上。别拦着我！让我进去！让我进去！让我进去！别拦着我！让我进去！让我进行了啊，人我就交给你们了，哎，放心。我知道你是谁，我可以报警说你绑架。随便。你回来！你回来！你回来！倩，你冷静点儿，他们
已经结婚了，你这样闹能改变事实吗？他们不可以结婚，我不会让他们结婚的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！你不管怎么说，我都不会让你离开一步。你就为了那些臭钱就可以出卖我？倩倩呀，妈妈不是为了钱，真的是为了你好。你撒谎！比起我，你更爱那些臭男人和臭钱。你能冷静点吗？啊！世界这么大，好男人有的是。咱们开始重新生活。你以为阻止我去婚礼就可以放手吗？你放心，我不会的。倩倩，你能怎么样啊？他们现在已经在路上了，你能去追吗？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为什么不能来？出去再说。老公，老公，老公。我都跟你说清楚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来？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，必须要当着你的面亲口说。你是不是看我现在结婚了，你想反悔是吧？在我说话之前，你什么都不要干，听我说就好了。你不是说你很爱我的吗？你看一看，这是我们爱的证据。这是什么？我怀孕了。哦，哦，倩倩没在你那儿，哎，谢谢你啊，哎，再见再见。哎，康妮呀，我是倩倩的妈妈，倩倩到现在都没回来，我想问她是不是在你那儿呢？哦，没在。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什么？去齐爱山了？你是这么想的？你觉得呢？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想问问你的想法。这个孩子我一定会生下来。你想让我打胎？别做梦了。我希望你能给我点时间。给你时间？那你会离开叶静怡，跟我和宝宝生活在一起吗？这件事儿一时半会儿也决定不了，咱们回去坐下来慢慢谈吧。别骗我了。你干什么去？我要去找叶静怡，告诉她真相。跟他说，我怀了你的孩子。倩倩，能不能不胡闹了？你这次休想摆脱我。明天必须取消蜜月旅行。蜜月旅行怎么可能一天就结束呢？我说明天就明天。你听好了，这个孩子是你的。你要是再逼我，咱们就闹到鸡飞蛋打。还有，今天晚上你过来陪我，要不我就过去。
新婚快乐！你跑哪儿去了？静怡，其实我一直跟着你，谢谢你，你真的很爱我。你好坏！好了，来，坐下吧。以后不许让我担心了。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老公，我不能再喝了。进。这就对了，我就知道你爱的人是我。老公，你又跑到哪里去了？静怡，走。你吓死我了，我以为你又不见了。放心吧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一分一秒都不会离开你。你真好。老太太看得见。你看我这东西给您放哪儿？来来来，就放这儿吧。哎呀，终于赶进我哥结婚了啊！那么多东西。这就是王金的家呀。对啊，您认识我哥？岂止是认识啊，你哥还经常找我办事儿呢。找你？以后你就知道了。哎，师傅，辛苦了。哎呦，我先不喝了，我先把那些东西拿上来。哦，哎，妈，我去帮忙。哎，好，辛苦了啊。
我一定会娶你，一定会堂堂正正的娶你。你去骗那些傻子了，我不信。你讲给叶静怡听吧，她一定很爱听。倩倩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参加教授的首演。什么时候来的？也不跟我们联系。是想跟你们联系的。那总不能3个人一起度蜜月吧？也是。你脚怎么了？哦，不小心崴了一下。你现在就要走吗？是啊，首演结束了，我要去车站，准备回去了。那好吧，我们回去再联系。好。哎，对了，你几点的车？要不让王静送送你吧？啊？这不好吧？没关系，放着劳动力干嘛不用？对吧，老公？送送他啊。嗯，好。那你等一下吧，我先送他回去。我回去给你打电话。我和宝宝在家等你。